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在火的老车。最近吧，有不少朋友私信让我说说张颂文的新剧《列兵》。老实讲，对于近几年缉毒题材的电视剧，我是真看不下去。咱都不用说什么尺度问题，从剧本到人物，不是人设立不住，就是把一个对剧情毫无作用的女主拉过来当对象处。真的，就光我说过这类扯淡剧就已经好几个了，像演卧底，演的跟韦小宝附体的《卧底归来》，再不就是卧底期间边撩妹还能边执行任务的最初的相遇，最后的别离。更扯的还有那种一边当卧底一边还能爱上毒枭女儿的不说再见，而且最后绕了一大堆圈子，还得告诉你女主其实不是毒枭女儿，是你失散多年去国外整容回来的未婚妻。真的，看完这些缉毒神剧，我只想说出刘海柱口中的那4个大字儿：当然，咱们今天要说的这部列兵吧，倒没有这些边缉毒边撩妹的剧情。虽然说我不反感在这种剧中安插感情线，像玉观音和落地请开手机这样以一个缉毒警察或卧底的视角，把一个人内心的情感纠葛给表达出来也行。至少这里面结局也符合现实中的不确定性，也没说俩人就真的在一起了。当然，列兵吧倒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连缉毒的事儿他都没说明白，你还指望他说感情线呢？反正我看这些年电视剧，我还真就没看过一个缉毒剧一上来就看的人一头雾水的。不信你就看看它的剧情啊，说的是一个叫三平县的地方，当地警方发现了一个经营了好几代的贩毒窝点，而且说这群人从宋代开始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足足有3000多人。可以说不仅当地的地形非常复杂，而且反侦查意识极强。于是警方这边吧就打算派一个人进去调查，然后里应外合，好将这个窝点一网打尽。本来吧，我寻思警方一定会找一个心理素质强或者长期在一线缉毒有经验的人进去，而且这时呢也的确有自报奋勇的缉毒警申请出战。但没想到这时剧中所谓的这个局长突然就不干了。谁进去？我。你吸毒吗？我吸烟不吸。吸不吸毒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整了半天外观有问题啊！我寻思这也简单呢，找个化妆师打扮一下不就得了吗？你总不能让民警以身试毒，试得骨瘦如柴再让他进去吧？就在我寻思这位局长有什么高招的时候，这位局长说话了：最好是个女的，而且这个女的身手要不错。最好是个女的。什么玩意儿？找个女警察进去还是一个人？我说你确定这是中国发生的事儿吗？真的，你说你找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进去，我都不说啥了。这玩意儿我就没明白。你说你前面说男的进去如果没吸毒，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那咋的？你这时换个女的进去，人家就看不出来了？不是我说话难听啊，咋的？你找的那个女缉毒警天生长得就像嗑了药的呀？你这不胡扯吗？再说了，你让一个女警察只身进入毒贩大本营，说实话，我真不信地球上哪个警方会这么做。说白了，就算毒贩不侵犯你，里面全是一些流氓地痞对你动手动脚，你还不还手？你这时只要还手，就必然露馅。而且就算你非要找一个女警进去，那你是不是也得找一个有过缉毒经验的、心理素质强的女警进去？结果你看看警方找的这个女警啊，居然是资料室管档案的。当然，咱倒不是否认后勤人员的业务能力啊，这玩意儿主要是专业，它也不对口啊，而且你也没有经验呢。真的，你要说查个档案资料吧，那肯定谁都没有女主查得快。但这次要你执行的任务是深入毒窝去当个侦查员，你说你连一线缉毒的经验都没有，这说白了派你去不是让你去白给吗？当然，这是有的人会说，女主才不白给呢，人家当年在部队是射击冠军，而且还拿过3次3等功。那我就想问问了，这些曾经在部队的荣誉和你心理素质与缉毒经验有什么关系？这就好比什么呢？你去应聘，说我从小就是3好学生，说你自己曾经是高考状元，那咋的？你说完这话，人家公司一上来就会派你去谈几千万的买卖呀？你这剧情我属实是没看懂啊！而且最招笑的是，警方派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我也忍了，哪怕让一个女警只身进入毒窝我也认了。可各位您再看看女主进入毒窝的这事儿咋办啊？网袜、热裤、假发，这我都不说啥了。来，各位女性朋友，你告诉我，如果让你进农村，你穿高跟鞋进去啊？真的都不用让你走半个小时土道，你走10分钟试试。而且我咋就不信买毒品的女的就必须得穿高跟鞋呀？咋的？你这意思就是你不穿高跟鞋，穿个休闲鞋进去，人家就不卖你呗？再说了，女主也知道自己是执行任务，真的，咱都不用说让你去追人，你穿个高跟鞋，真要遇到突发情况，说白了你逃跑也费劲呢。结果咱们女主也不管，反正就这么迷之自信的进去了。姐就是女王。对吧？
吧？女主在村里嘎巴溜秋的土道上走了半天才找到交易的人，而且最招笑的呢是对面也是一个人。真的，看这么老些缉毒剧，我还真没看到过这么随意的毒品交易。反正我看过的剧，几乎人家都有随行人员。说白了，你说这要是有人把你的货给抢了，你找谁去？当然，这时有的朋友就该说了，人家这村里都是他们多的人，不怕你抢，抢了你也逃不掉。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紧接着剧情真就按照我说的来了。这个毒贩呢，果然就对女主动手动脚了，而女主呢，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击。但没成想，人家这个毒贩手里呢有个电棍，直接就把咱们女主给电晕了。说实话，如果按照这个情况，现实中女主早就被这个毒贩给收拾了。但你也知道，按照烂剧的套路，主角光环必然强大，这不还没等毒贩实施侵害呢，刚把女主抱到床上，女主自己就醒了。真的，要我说，就你这电棍呢，都不敢那村头的板砖好使。这家伙1分钟不到，女主就醒了。你告诉我，你这剧情说出去谁信？说白了，这是女主醒了，要是没醒呢，女主被侵害了，责任算谁的？说实话，这还都是小槽点，后面那些硬伤，你看完之后脑袋其实更迷糊。这不，紧接着女主就醒了，一脚就把歹徒踹进了院里。歹徒一看自己打不过，转身就要跑。那么这时问题又来了，如果你是这歹徒，你是在村里找你同伙一起收拾他，还是漫无目的的不喊不叫的瞎跑？我想但凡脑子正常点的人都不可能在村子里静悄悄的和女主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吧。而且最主要的是，女主还不是静悄悄的，人家女主都把信号弹给放了，然后光着脚追你。你告诉我，你地形这么熟悉，你是怎么样后进村的警察给抓到的？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成天去你们家楼下超市买东西，啥放哪儿你都知道，结果有一天你朋友上你家，一次超市都没去过，却比你要先找着你要买的东西。请问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而且咱话说回来，既然你本来就是要打草惊蛇的抓人，那你还何必要这么大一个弯子让女主去呢？当你在小卖铺知道交易的房子之后，那就直接用警力团围住一抓不就得了吗？当然这还不是最扯的，紧接着后面最逗的是啥呢？你看，按道理来讲，女主帮助缉毒警抓住毒贩之后，是不是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管资料室去了？哎，结果咱们女主可能好，资料室我也不管了，直接就跟着缉毒警参与案件侦破了。你就说地球上哪个警察局这么干吧，你给我找出来一个我看看。说白了，一开始派你进毒窝就是配合外面的缉毒警完成任务的，你这会儿任务都完成了，还让你参与案件侦破，这不扯呢吗？说白了，这多亏是让你管资料室，这要是让你管户籍科，我上你那儿办身份证我还办不了了呢。当然这时有的人就该说了，资料室女主不管，自然有别的女警管。那么问题就来了，你前面开头说当地警力严重不足，这会儿呢女主放下自己的本职工作，出来在缉毒警身边打酱油，你这不前后矛盾吗？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你参与破案，可人家后面刑警和法医正在勘察另一伙枪杀案现场呢。你说女主你既不是案件负责人，也没正式通知让你进入刑警队，你说你跑这儿冲什么福尔摩斯啊？这家伙人家刑警正在侦查案发现场呢，女主可倒好，缉毒的案子没整明白呢，又把刑警的活儿给揽过去了，是吧？女主突然就发现了门上的脚印儿，居然找到了枪杀案凶手的逃跑路径。真的，大姐你这操作比警犬都牛。也就是说，整个屋子里的刑警、法医加上刑警队长侦查了半天都没看到线索，结果女主一去现场呢，一下就看到脚印了。你告诉我，这到底是屋子里的人全是吃干饭的，还是女主柯南附体了？说白了，你这剧情不妥妥的降智吗？真的，这剧要是让咱们真正的公安干警看到，不骂死这个剧组都算我白说。反正打死我也不相信现实中一线干警都是这么办案的。再说了，咋的？去这 KTV 的顾客都穿鞋套进的 KTV 呀？你那意思就是就凶手一个人脚踩的埋了吧胎的进去的呗？其他的人都跟你小时候上微机课似的呗？哎，就这话说给大伙听，你说谁能信吧？而且后面更逗，女主找到了枪杀案凶手的逃跑路径后，出来采访街边店铺，马上就锁定了男主。而且最招笑的是，通过店铺老板的描述，一下就画出了男主的画像。真的，你就说这画像不是照着张颂文海报画的，谁能信吧？当然，还有一种扯淡的可能，那就是这个饭店的老板是美工和画家出身的，直接指导了刑警画画，不然不可能画的这么像啊。总之看了几集之后，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了。真的，我宁愿你像开头那几个烂剧一样，往里面加撩妹桥段，我都不想看你这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缉毒剧了。你说本来一个案件非常清晰的剧本，结果硬生生的拍成了正常人都干不出来的事儿，你就说这剧让人怎么看吧？而且这剧的女主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主角光环的问题，而是在不该出现的情节里非要给女主画面。你要说开头旁白你非要给女主特写吧也行，这家伙派个侦查员，男的不行，有经验的不行，就非得让女主去。
女主抓完毒贩呢，不仅不回到自己的岗位，还跑到枪杀案现场帮人家刑警分析破案线索，帮人家刑警分析嫌疑人画像，整的就好像他们县里没刑警了似的，整的就好像这么大个案子就他俩查似的。你就说这剧情离不离谱吧？真的可以说这剧里的女主的作用和沉香如屑里的女二一模一样，越是不需要她的情节，导演就越是给她加戏。说白了就是有她58没她40，她帮助警方的那些东西，我想即便没有她，别人也一样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就这剧也不怪别人说三道四，主要是剧情确实也不太行。有这时间呢，我还真不如看看10多年前的黑洞和黑冰了呢。行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